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那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的第一题哈。我们有3个题目了哈，就是他是谁，然后你们的关系，然后什么时候告白啊？来，第一题啊，他是谁？我们看到了节制牌哈，我觉得节制牌出现在他是谁这个提问的时候，第一个浮现的形象啊，就是他是一个在生活中或是情感上很追求一个平衡感的人啦。我觉得他不会急着展现所有的热情哈，也不会刻意压抑自己内心的很多的情感。因为他非常懂得，因为节制牌在，记得这是节制牌在，所以他非常懂得在那种相对性的性质上面的一种调和，所以水跟火的情绪啊，冷跟热的情绪啊，这些感觉关系里面，他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间值介质，他能够站稳在中间，做一个调停的状态啦。所以这样子的人呢，通常他带来什么？他有一个非常温和的气质。他给人的感觉绝对不会是那种咄咄逼人的啦，然后也不会是那种花枝招展的或是八面玲珑的啦，然后他会站稳在一个中间的角色，不偏不倚，然后他也不会在人群里面被忽视，因为节制牌象征一种非常强大的融合的能力。其实节制牌出现的时候，你都可以直接想说，就是你身边所认识到的朋友里面很受欢迎的那一种射手座的个性所以你会发现他在工作上、生活上，还有跟人际关系上、情绪上的理性啊、感性上面的应对都会展现出非常高的一种协调的能力。然后我觉得他在人的关系里面，他很听得懂人跟人彼此之间的语言，然后他还能够转译成自己的幽默，还能够转译成自己的语境，还能够转译成自己的特色。这让他在很多人际关系之中他会变成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的角色啦。无论是争吵啊，或是吵闹啊，或是整个场景变得比较冷静，没有什么起伏的时候，他就会在中间穿梭。所以像他这样子呢，你会发现他比较会回避大家的纷争，然后也会很少制造冲突。如果这些东西都发生的话，他也会做一个调停的那个角色，然后会不着痕迹的去平息这些矛盾。所以他的特质虽然这里是有一些火能量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温温的带来温暖的啦，然后照亮的滋养的那种火能量。然后节制牌这边也要提醒你他在个性上会比较偏向于谨慎，所以他内在那一种很100%的个人情绪，他可能会把它收起来，他会把它包装收起来，所以你不会看到他非常多极端的样子。然后这也让他一开始很难看透他的内在的真心所以当你真正走进他的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份克制自己最极端情感的这个背后，其实有孕育着一种很强的耐心啊，很稳定的力量啊。那么我觉得像他这样子的人他能够把2个世界糅合在一起，所以即便你跟他，这里就要讲到你们2个人，你跟他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他也会找到怎么把你们2个人的世界糅合成一个完美世界的能力和那个方法和路径再来金币皇后我觉得金币王后她带来是一种现实生活里面，然后的一种稳定性，然后她也有一种培育养育的特质。2个人关系里面，她是非常有责任感的，她也知道怎么在物质层面上面给予彼此一些很好的安全感。所以她这个人不会只是空口说白话啦，她绝对会用行动去表达，去照顾别人。会用透过具体的方式来去展现他对于一个人的爱跟一个人的支持。所以金币皇后的能量往往，因为她本来是金币皇后嘛，所以她非常接地气因为她整个能量是跟大地相连的，所以她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她很了解如何享受现在生活的细节。这代表什么？她的居家住所一定很舒适，还有她很懂得吃。还有他也很能够制造一些很棒的相处氛围，也会给人一种非常好的情绪价值。他给人的感觉不仅仅是一种伴侣啦，我觉得你跟他如果后来在一起的话他会让你感觉到一种非常高度的归属感。所以当你靠近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强的秩序，然后生活好像也很多的依靠啦。所以金币皇后也象征着某种
生活上的务实跟对人的一个忠诚。他的感情观我觉得不会浮夸，而是非常重视要长时间去经营。所以当你认定这一个人的时候，讲反，如果当他认定一个人的时候，他认定你的时候，他不会，我觉得他不会很容易就放手啦，因为我觉得他对爱情的一个态度啊是非常稳重的，而且是非常深沉的，他不会让爱情只停留在片刻的那一种浪漫的表层里面，他是绝对进去之后，他会愿意投入很长的时间跟资源来打造你们两个人的未来，还会去创造彼此的梦想啊。所以如果说节制牌在前面，我们讲的是一种非常温和的然后非常融合两种世界的气质啊，那么金币皇后会，我觉得它更进一步的是会让你感觉到生活里面的踏实，然后会让你发现它是很可靠的，它并不是那一种突然就跳到你眼前，然后后来满足了就突然消失的那个人，而是会在你真的很需要的时候会稳稳站在你身边的这样子的人啦。再来我们看到皇帝牌，皇帝牌是一种，通常你只要看到皇帝牌，你都要去想到说，它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力量进来去创造秩序哦，所以它的形象啊，在这里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温和的，然后它还有一种强而有力的稳定的象征，再加上前面的金币皇后那个稳定性又加倍了，因为它还有一些付诸于行动的稳定，它会去介入，它会去掌控局面，它会去规划。所以他回到工作上面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人。至少我觉得在他的人生的方向感上面，他其实是一个很清晰方向的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一个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会。你会发现说，他还会有一种超强而有力、超清晰的方向，你可能还要追逐着他，因为他往那里在奔驰。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很清楚自己每一步都怎么走向自己的目标。那因为皇帝牌的能量所以他其实有一种很硬的气质啦，他不会随波逐流，他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一步一步都照着自己的方法去建构自己的人生的生活，他很注重所有的规矩规则，他非常强调逻辑。你跟他沟通事情的时候，你甚至会感觉到他有一点点固执啦，然后这份固执并不会完全拒绝改变，只是要说服他需要有一点点的你说服他的内容要有一些很强而有力的道理啦，就能够改变他。他不是完全不接受改变，只是他相信他所相信的世界是已经有他花时间找到的道理去稳定下来的。所以你要去改变他的话，可能要拿出更强而有力的东西。这样，那而且基于他对于稳定呢跟安全感的一个重视所以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在所有的事情都在安排的好的秩序里面生活，所以这份可靠的感觉就会在这边油然而生了。那回到感情上面我觉得皇帝牌代表着一种保护的角色，他会希望给对方一种很坚固的支持，甚至在很多的潜意识里面呢，他会把自己当成是一种守护者了。他不一定会用一种很甜蜜语的方式去表达爱意，但是他会透过行动去告诉你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找他，他其实是很可靠的，是一个靠山然后你可以安心的去跟他在一起这样。所以这三张牌我觉得这三张牌，皇帝牌在这里的能量是比较有结构的，然后会在这里比金币皇后和节制牌更让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轮廓更加立体起来。它除了有节制牌的一个温和的调和能力，它还有金币皇后的务实的照顾人的能力。可是它还有一个更强的特质是，它其实它内在的本质上面是非常刚硬的啦，非常坚韧的，比较打不倒的啦。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会发现说，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处理得很好。那么从这三张牌结合出描绘出这一个人我觉得他其实是有浪漫的，可是他不会觉得那是最重要的，可是他还会在适时的时机里面给予一些浪漫。但是他真正给予的浪漫会在那个金币皇后跟皇后牌给予你的照顾、有秩序生活、有安全感，各种事情都被调和好的那种平衡感，这个才是他的爱意的表达。所以慢慢跟他相处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走在他后面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安心，而且你还可以专心的做自己啊。然后我们来看到第二题第二题在讲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了
我们抽到的是金币十哈，它是一个有圆满能量的牌啦哦，所以我觉得它描绘了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连接，所以它落在你们的关系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它透露的一个能量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不是一个轻率或是短暂路过的一个关系，它可能这份关系指的是一种有可能会长久相处下去的可能性啦，因为它本身金币十代表一种有家园的意象嘛哈。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一路走下去的话，并非只是陪伴的一种个体啦，是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大范围的一种共同生命的一种感觉啦。所以，因为金币十的能量跟生活的物质有关嘛，所以这意味着你跟他的关系不会只是情感上面的碰撞，而是逐步带来很多的安全感啊，或者生活上面的稳定。所以，它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说，你们的连结哈，不是怎么讲，就是随风而逝的那种暧昧啦，而是很有机会走向一种更深层的一种生活上面的结合。所以从外在来看，它这张牌代表很多的家庭啊、责任啊，跟长期的承诺的那种感觉。可是显示在这份关系里面，真正潜藏在里面的秘密是什么？你们两个人慢慢的相处下去之后，我觉得是能够有那种共享未来啊，往未来走去啊，创造一种新梦想的一种能量。所以你们是一直非常好的旅伴，人生的一种伴侣的本质是非常高的。不过我在这边仔细看的话，我又觉得说金币十其实在稳固之中有带来一些小小的隐忧啦，就是说，这个能量会让人觉得说这份关系的一个框架或是形式有一点呆板因为它非常清楚，然后甚至也有可能这份关系未来的走向有一点太符合社会的期待了，或是被现实生活中彼此对家庭啊、关系啊、人跟人之间的责任有所捆绑啦。所以金币十其实也带来一个课题，你们生命中的课题就是说你们的相处如何在一种这么高度追求稳定的关系里面的时候，还要能够好好的追求个人的自由，这个平衡感你们后面要抓到。因为金币十还有前面好几张牌嘛都象征了非常多的高度的安全感的追求嘛，所以这暗示着可能会感受到很多责任，然后这个责任里面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我觉得都还是有清楚的指出你们之间的连结其实是深远的啦，可以走得很长远的啦。这些小小的压力跟过程都只是一个片刻的啦，在整个很长的你们相处的长的大的一个时间的长河里面的话，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可能性，还是可以圆满的度过因为毕竟金币十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牌啦。再来金币骑士的时候，就也是在讲求稳定，但是金币骑士跟其他的骑士不太一样的是，它不是冲动的，它也不是急躁，它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你们的关系会在慢慢的推进之中然后慢慢的走到一种很踏实的、渐进的、很有未来性的。其实这也是符合刚刚我们前面金币十所讲的一个方向感。只是金币其实在讲的是说，这个路径其实是比较慢的啦，可是是很稳健的啦那我们刚前面金币十里面提到的一个责任感里面，就在金币骑士这边被强化了。因为金币骑士真正象征的一个关键字就是责任感，因为他的每一步每一脚印都代表说他每一步都踩得很踏实，然后他也非常愿意跟他最有亲密关系的人去全然的去努力，可是节奏就比较慢，他急不来。那金币骑士出现的时候，也就代表说，他就算遇到一些短暂的困难他也不会退缩啦。然后他是非常在乎持续耕耘的，所以对你而言，你与他的连结可能是一种慢慢累积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这边讲到你们的关系的时候，讲到说他告白之后，你们去试着交往之后的一些关系，或是往后面走的一些关系啦，他让你一些比较多的那个愿景。所以你跟他的连结在这份慢慢累积的过程里面当然还是有一些跌宕起伏啦。可是你们会在日常生活中里面慢慢加深彼此的情感，而且那种依赖感也会慢慢的加深。所以在感情上金币其实带来一种非常保守的一个态度，他绝对不是一个甜言蜜语的人，每天甜言蜜语的人我跟你讲，这里前面都还有很多牌比如说皇帝牌、金币十前面那些，记得这里已经塑造出这个人的形象了。他是会用稳定的行为跟付出来去代表他的言语上面的承诺。他一定会照顾你生活中的非常多的小事，你需要的时候他会伸出援手，然后你脆弱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很实际的支持。这种高度务实的表达其实正是他在表达他对你的爱意的一个深度啦。只是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你对于这份感情的节奏感如果觉得太慢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些推动自己要去制造一些浪漫感让那个速度虽然在缓慢的速度里面，可是还有一些柔软度。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圣杯二
其实如果讲到爱情的话，圣杯二是一个很柔美的牌啦。它讲的是两个灵魂的互相吸引嘛，然后情感上面也会有一些初步的契合的交流这样。所以在我们刚刚在找到这些稳定之中的一些呆板啊，可能也有一些乏味的责任里面哈，其实去圣杯二出来的时候，告诉你说，其实你们的情感流动还是不错的。那两个人的互相的吸引力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单方面的付出哦。其实一直都有一些双向的互动，然后两个人互动跟相处里面会看到，慢慢的看到彼此的心哈，其实也非常在乎对方，也看到对方的内在的心意跟追求啦。所以两个人慢慢在走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是很孤单的哦，不会觉得谁付出比较多，谁在追着谁跑。在灵魂层面的连接上面，我觉得你们的相遇可能就是在之前的人生有很多的辛苦之后，终于给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结合、一个安排、一个融合啦。还有在这份圣杯二的相遇之后，你们慢慢在理解对方之中，还能够跟自己和解，跟之前的爱情的挫折和解哦。那一开始你们两个应该会有一些不太确定啦，因为我觉得从前面看起来的时候，这么追求稳定的话，表示其实你们两个可能性格上跟背景上有点截然不同。可是还好圣杯二的出现，它让你们两个在心理层面的时候达到一种非常高度的共识，而且是从一种浪漫的开始。所以从圣杯二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其实你们两个一开始相遇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浪漫的成分的，只是慢慢的就转换成一种需要追求稳定跟安定的那一种感觉。但是他的个性其实也是能够接受和期待蛮多的浪漫值，可是他可能创造能力比较差，所以你可能可以多做一些关于浪漫的一些创造了哈。什么你去多订一些餐厅啊，多订一些计划什么的，我觉得他一定会欣然接受，很开心的你去帮他计划这些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三张牌结合的话，虽然关系里面少了一些戏剧性的一些冲击跟火花啦，可是却多了比平常别人的关系更多的稳定跟安心。还有你慢慢发现说，他内在的那种无法没有认真表达出来的一些真心诚意的东西很深，比你想象的更深哈。然后随着时间的推演，你会发现说，他其实都已经想好两个人关系的未来的一个基础跟未来走向的一个蓝图，他在这么慢慢的走，你会觉得非常有安全感了。那第三题，我们就来问说他大概什么时候会告白哦？因为今天这题是要讲一个告白的嘛。那前面两题解释了非常多他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愚人牌哦。我觉得愚人牌本来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然后是不顾一切的、很强而有力的往未来冲去的那个勇气嘛。那我觉得他带着那一种很单纯的心意往前迈出的那一步的时候，其实这里的讯息讲得非常明确哦，告白可能会发生在一个非常意料之外的时刻，他应该完全没有计划，也不会有精心安排的场合，然后我觉得他也不是在很强烈的压力的计算之下被推动去告白，我觉得他就突然就自由的、很天真的就要把这句话讲出来了。他就没有任何的流程，没有任何的计划。譬如说，他可能不一定要等到约会的气氛在完美的时候，他才会有一个很好的台词跟你告白哈。他不会，他就想讲就会讲出来。他可能会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可能你们在逛街啊、买东西啊、在挑东西的时候，他就突然讲出来。你会很惊讶一下，说怎么会是这个时候这样子哦？然后你甚至心里会觉得说，原来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抽到的是愚人牌嘛，所以有可能要提醒一下，这份告白可能会让你一开始觉得有点冲动哦，然后有点不成熟，然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不把事情跟组织好之后再想清楚，然后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表白，怎么会讲的哩哩啦啦的讲的不清楚这样？可是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看到是什么？他有一种很纯真真实的那一面，然后再对照前面的各种土能量跟安全感，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真实了。他这个人完全不修饰，他这个人就是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就是真正的他，他没有太多的隐藏，他只是节奏比较慢，然后比较粗鲁吧，可是又有一点可爱哦。所以愚人牌告诉我们说，这个告白啊，会出现在他内心其实很想讲，然后他也没有特别去压抑，他就只是很想讲，就讲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可能没有预料到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了哈。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啦。你看到他把自己的真实那边交出去的瞬间是多么真实的，而且是快速的哦，也不隐藏。所以再我们来看世界牌哈。世界牌本来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束跟圆满的结果哦，所以意味着他这个时候跟你表白的时候，表示说，他心里应该觉得时间到了，那个周期结束了，要讲了，心里他一定觉得是非常成熟的时机。可是他没有想过说，他这个成熟的时机没有搭上他成熟的语言、跟成熟的表达、跟成熟的规划，这样。那
我觉得跟愚人牌呼应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配合啦哦。因为愚人牌是一个开始，世界牌是一个完成，然后刚好又在告白的时刻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能量交汇的临界点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告白，就是一个冲动的跳跃，然后更是一个现在我就要宣告我们的关系需要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样。那世界牌同时也在暗示说，这个时机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的内在的直觉已经到达了非常完善的地步，说他出来告白了哦。其实。像他这样子很清晰的人，他的直觉一定非常亲民，只是他并不会常常把直觉当成是他的依赖，可是他其实一定做非常多的事情都是靠这份很清晰的直觉，所以他这个时候这样告白，我觉得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符合整个能量的走向，他就在这个时候告白。因为世界牌告诉我们，这份告白并不是随便，其实看起来好像是随便丢出来的一句话，其实不是，而是他内在的直觉已经融合到一种知道这是一个重大意义的发表的时刻，所以他就讲出来了。只是因为他还有愚人牌什么的，看起来好像很粗鲁、很粗糙，可是其实他心里的直觉非常亲民，他心里非常确定就是现在，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在乎说要多好的时刻、多好的场景哦，整个气氛已经到了，就是要这个时候表达。那我们再看到塔牌的逆位哈，塔牌本来正位的时候是一种冲击的啦，有巨变的，可是在逆位的时候反而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整个情况已经压抑到要告白的一个爆发点的时候，他就告白了，所以。他是一个他不会在拖延的时刻，然后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说，告白是他没有办法逃避的，或是回避的那个一件事。所以塔牌逆位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有想过，他其实有想过很久，只之前都是不敢说出口，然后破坏现在的关系。可是为什么现在就突然告白了？其实是因为他内在的那一种压抑达到一种平静值，就像前面的世界牌。他的内在直接告诉他说：“没有啊，你不用压抑，其实就是现在，就这个时候告白吧。”所以他在塔牌的时候带来一种终于可以突破的一种感觉就出现了，所以他就告白了。然后他心里可能在某一瞬间突然想到说：“如果我现在不告白的话，我可能就要错过了这个关系，就可能会永久的变成朋友关系。”他这个直觉都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要讲出来。所以他这份告白在塔牌逆位讲说，他绝对其实看起来是很粗糙，是一个突然跑出来的，有点像是被迫，我现在就要坦白的一种状况。可是其实我觉得是整个命运跟能量推动他走到这点了。他就像愚人牌已经到了那个山崖边了，他只想往下跳，可是他不会去在乎说跳下去的时候，这个山崖下面是什么？是一个土地吗？还是海洋？他不知道，他只觉得跳下去就对了。所以在这三个能量推动他的时候，其实他告白的那一刻，在他的世界来说是非常完美的。你可能会接受到一个非常小小的惊讶，怎么会是现在？可是其实你会发现说，他内在那种真心诚意啊，非常打动人。因为其实他内在直觉是非常亲民的。其实你也会发现一个很可爱的现象是，他自己也很意外，怎么会是现在啦？可是其实这就是整个命运啊，整个能量已经推动到这个命中注定的时刻，只是两个人的肉身都还没有感受到，可是就被推动到这里。他也其实自己也觉得很惊讶，说我怎么会这个时候讲出来？反正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一个可爱跟那个浪漫的气质会在那个一瞬间，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个圣杯2，其实还是有那个浪漫，那个最大的浪漫值会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哦。好，那这样这是第一张牌的所有内容哈。我觉得这牌的整个顺序都还不错哈，你就期待一下它。就是你身边有在相处的人因为前面有一些很多稳定的各方面的，就是你身边平时常遇到的人其实他对你的喜欢，也许你已经感觉到了，可他差不多就要到告白的时候了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到祝福你。来，我们来看到第二张选牌那第一题我们要问的是他是谁这里我们有抽到的是圣杯3我在想说圣杯3星牌还有那个力量了然后圣杯3这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喜悦、友谊，还有一些大家一起共享爱的一张牌啦。所以我们要问他说他是谁的话，代表这一个人可能有很强烈的社交的能量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孤僻或是冷傲的类型他在跟人际关系里面的群体生活中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光芒的闪耀的人啦。那他喜欢跟朋友聚会，然后乐于参与所有的社交活动并且能够在群体气氛里面显得非常自在的如鱼得水的人啦。那这样的他可能常常在朋友圈里面的核心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甚至他是在大家里面，他是一个最能够让大家放松笑开怀的那一个人。所以这张牌也显示说他有一种自带快乐的能量的特质啦。我觉得他应该很懂得分享，然后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也愿意在
关系里面付出自己的能量，来营造整个关系上面的最大的和谐。所以跟他相处你会感觉到很强烈的自在感跟轻松，还有不会有压迫感，因为它的本质上面并不是要去控制任何人，它的本质上面是要跟大家融合了。所以圣杯3水能量第3的并不是表面上的快乐，它是某种心灵的陪伴，他可能在内心里面非常重视情感，然后情感上面的一些很深层的交流，甚至会把人际关系视为自己能量的来源。然后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一个能长时间独处的人，他自己他需要跟他人分享生命中的各种点点滴滴，他才会觉得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因此，从圣杯3的能量来看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自带光亮的人，然后他的出现常常都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庆祝因为他会带给附近的人很多温暖跟笑容。那他可能会以一种很轻松愉悦的方式进入到你的生活了，然后让你觉得他就是为了你，或是为了这一切周遭生活里面多一点色彩跟多一点音乐性、节奏感、快乐的能量、坏的能量而存在的一个人。那再来，我们看到星星牌。星星牌本来就是一个纯净能量的牌啦，所以当他在问到说他是谁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形象立刻转换成一种非常透明的、非常真诚的一种存在感。他并不是群体之中那一种。也不是说并不是啦，就是说他在群体之中，像上面讲的一样，他在制造很多的欢乐，或是很重要的存在感给大家，制造愉悦的气氛的人。但是这并不是他的主要的核心，主要的核心是他更希望能在深层的交流上面的话，能给大家带来希望。他的核心价值是带来希望了，所以他的特质是非常纯净的没有过多的计算，然后他很轻易的就能够展现他赤裸的灵魂，所以。大家在靠近他的时候，会达到某种自在跟平静。其实会有平静好像只要看着他、跟着他，就能够受到一些欢乐的指引了。那星星牌本来也有一些疗愈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他这份很强的疗愈的功能，可能来自于他之前也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困难然后他从来没有失去过光亮，也就是因为附近的人也知道他不会这样失去光亮之后，才会发现说这个人所散发的爱跟那个柔和的力量。都可以照耀他们，而且他很愿意去照耀他人、支援他们那他不是靠很多强迫性的、介入性的能量去影响他人，而是他是用他本质上最真诚、很坦率的那一个自己去支持他人。他其实也没有刻意要去影响他人，可是就是潜移默化的，大家都觉得默默的被他的这一份正能量所影响。主要是他非常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胸然后给人一种跟他在一起就可以安心自在的感觉。所以星星牌在另外一层能量上也代表某种梦想啦。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自己内在有一个很快乐的愿景的人，他对未来也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即使他在外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很平凡，但是你时常会发现说，跟他相处之后，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时常眼睛望着远方，然后心里总是想着一个更大的宇宙、更大的未来然后想冒险、想好奇你会慢慢的跟他相处，你会发现说他时常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而且非常吸引人。主要是因为他的灵魂在星星牌这边讲的这一份纯净他是绝对纯净的。他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时常在提醒你说，未来绝对会有美好的生活值得追求。他就是本质上就带着这样子的能量啦。那再来力量牌我觉得力量牌有展现出他更内在的一些东西，譬如说勇气。因为他本来就是很温柔的，可是他有温柔的勇气，然后他有很坚毅的心，然后他也有一种很试着去理解大家的一个心，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会把悲伤留给自己，然后让自己更坚定起来，然后用快乐去影响大家。那他不会去对外在跟这个世界去多证明自己有多有能力，但是他内心有某种善意慈悲的心，让他觉得他有很强的自信，可以面对世界上的变化，跟面对各种人，因为他的正能量很强所以他在混乱之中还能够保持很强的冷静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有一些混乱的状况或者是有一些临时的一些小出错或什么，大家旅行有些小麻烦，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反而是里面最冷静的人。他平常会用很热情和落落的方式，可是遇到事情突然发现他才是站得最稳的那一个人，因为他知道说所有事情只需要用真诚的去面对，
真心的去思考，主要是因为他的内心很平静啊，他的内心很清明，所以他想让任何的混乱恢复到该有的秩序，他的能力都很强。主要是力量牌这边有展现出，其实他内心是一个不太逃避问题、不太逃避情感的人。他只要有人愿意接受他的付出，他就会用心去保护、去珍惜所有的状况。所以他的性格里面，在力量牌代表说，他内在有一个我们看不太到的一种坚韧啦。因为他本来就不会拿来做炫耀，可是需要的时候，这份坚韧就会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3张牌共同描绘的一个他，就是说他内外都兼具某种很特别的魅力。所以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这个人带来欢乐，可是他又不会很混乱，站不住脚，他还有完全自己的方向。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说，好像被照亮了什么，好像有一个夜晚中在指引自己往对的方向走的一颗星星就在他身上，这样，而且他对人对这个世界都是很温柔的。再来第2题你们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相处之后的关系啦。然后死神牌这边在讲说，因为死神牌常常被误解是一种很单纯的终结啦，但在塔罗牌里面呢，它的真正的含义是转化跟重生。当它出现在我们的关系这里的时候，意味着这段连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必然经历一场很深刻的一个转折。这可能是从一个旧模式里面找出来的一个关系啦，也可能意味着说你们的互动在相处认识之后啦，会有很强的机缘，会发现你们两个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模式，跟你们自己个人生活以往的一些旧的习惯完全不同，然后你们会找到新的相处的方式。这个新的相处的方式在死神牌就代表说，你们接近之后所创造出来的那一份关系，就是慢慢推动你们两个的心更靠近的一种默契了哈。所以死神牌这边也暗示说，你们的关系会有一种重大的契机，它可能会迫使双方在某些关键点的时候，直视彼此最深层的内在的一个恐惧。这个很特别，然后你们两个会交换整个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两个人感情就会非常靠近。而这个恐惧可能就是有关于放下过去跟放下过去的痛啦。所以也可能会在一些很深度的讨论的时候，你们两个会互相发现说，你们在感情里面是怎么依赖对方的，然后怎么逃避对方的，怎么逃避承诺的，然后那你们两个的相遇的时候，反而会进入一种检讨的状况，也因为这样子互相的检讨、互相的讨论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两个人是适合走在一起的，因为你们两个都已经抛下了旧的模式，要往一个新的位置走。死神牌要的就是这个，死神牌本来就是一个彻底的结束而进入新的位置，但是所有的营养都会来自旧的事物，这样好。所以在情感面呢，死神牌也代表了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会进入一种彻底的坦然，对彼此坦诚。诚实过去的一些痛苦，你们是做了一个很对等的交换。那做了这个交换之后，才有一种旧的事情死亡，新的东西诞生的感觉。所以其实你们两个的遇见，在死神牌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相遇啦，有一点点像是一种任务型的，好像你们终究要相遇，因为你们终究要升级，终究要一起跨出一个新的界限，这样。那再来到恶魔牌的逆位，恶魔牌的正位的时候，很像是一种诱惑啊、束缚、依附啊。可是我觉得他在逆位的时候，他比较像是你们手上的枷锁被打开了啦，牢笼被解放了这样。所以这段关系在恶魔牌来讲，跟死神牌来讲搭配，它其实重点叫什么？你们遇见之后，就会跟过去的世界里面做一个 say goodbye， 然后做一个解放。因为恶魔牌逆位暗示着你们的连结可能一开始就有一种牵制跟隐性的依附啦，然后也代表说彼此身上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陷入一种情感的纠结，因为会害怕说这段关系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又让你自己再被困住，然后可是很意外的很特别的是，这一次却没有，这次一相遇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追求说，爱情不可以成为两个人生命跟生活的一个枷锁，不能让害怕失去，害怕或者讨好的个性，让这份爱情充满了很多的恐惧、不安全感所以你们慢慢的在持续的互动的时候，一开始会有一些拉锯的感觉，就是两个人都有一点点在爱情靠近的时候，呼唤着旧的爱情的一些挫折感，所以在某些时刻，两个人都想互相逃开，然后可是心里又无法真正的割舍啦。那也有一种抗拒表达爱，然后抗拒承诺的出现，但是内心又觉得很想留在对方身边这样。那恶魔牌的逆位就会把这些困扰就慢慢的松绑了啦，所以你们会在很多的相处之后，然后会发现说彼此的
在一起其实很自在，而且可以很自由，然后也没有很多的约束，可是就需要一些时间和二环逆位，就是要让你意识到说，你们的那个对过去的一些挫折感带来到现在的这些东西这一份枷锁也慢慢的在松开，然后转化成现在你们两个新的自己啦，就跟前面的死神牌一样它终究要跨越了因为终究是大牌出现了，这个跨越的东西必然要存在再来隐士牌的逆位我跟你讲，隐士牌它原本在正位头也是算是一个躲起来独处一个人嘛，可是它逆位也代表什么？我要逃离自己一个人的孤立状态。所以在搭配前面2张牌就代表什么？你们两个其实非常愿意进入这一个新的关系的。然后当2个人遇到的时候，交换很多内在的东西，有时候就会发现说，哇，我真的很难隐藏对这个人的喜欢。然后，即便以前的爱情带来的害怕，可是你也很难隐藏。所以，隐士牌的逆位显示说，你们彼此都曾经把爱情或情感藏起来了之前的，然后不太愿意再重新正面迎接爱情因为都是有些恐惧的啦。所以很有可能你们在这段关系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妙的距离感。但是这个距离感并不是让你们两个缺乏喜欢对方的那个情感了，而是双方都在这个初期状况的时候想要去找答案，然后可是2个人都不敢直接很坦白的就把自己的心意讲出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可能会陷入一种停滞期，没有什么发展，这样一开始会有所以隐士牌的逆位在提醒你们啦。不能再只是一直在往心里找答案，有的时候就必须要让自己走出去，去接触这个人，在真实的交流之中，自然而然会有答案出来，而不要一直活在独立的内在的探索、自问自答。因为你自问自答就没有办法把你的答案去跟这个世界去做对应嘛，那你去做确定。所以你跟这个人交往认识的时候，你要在更多的去跟他互动，才会发现说，他跟你对应起来，你才发现其实内在心里的某些压抑某些孤独跟孤立的感觉早就没有了，而且要开放心胸去迎接新的恋情进来没有你想的这么难，而且这个状况是你们2个人都有啦。隐士牌的逆位当然比较简单啦你隐士牌的能量就是你退缩了，退缩当然是比较安全啦，可是你内心渴望爱情的出现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向外走要摆脱。所以这3张牌都来讲一件事情某些枷锁一定要拿掉，不然爱情在前面会错过，会迷失，会看不到。那再来到第3题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什么时候会告白啦何时会告白？有金币2权杖皇后跟恋人。我觉得金币2本来就代表一种很平衡的抉择的牌，然后他如果在何时要告白，这个时候透露的一个讯息就是告白的时机会与他内在如何去取舍这份爱情，或是调整到关系比较密切的时刻主要是代表说他不是会突然很冲动就表达了啦，他会思考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对吗？他有能力吗？然后你接得住吗？这方面他会想得很清晰可是因为只有土能量到2啦，所以他这一个思考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压力，只是一些选择上面的初步的思考。那他所承受的一些多重压力不会那么重啦，只是他一直在考虑很多，比如说工作可以吗？工作在这感情里面混合起来的话，我能够应付吗？还有在爱情里面我要负的一些责任跟一些照顾的责任，还有自己的自由感能够达到协调吗？还有理想中的爱情状况跟现实我所能给予的有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样，所以他现在在告白之前应该有能量上有非常多的摆动啦，所以我觉得他终究会找到那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他不会，怎么讲？他不会随便选一个当下就猛然的就把告白讲出来。我觉得他会把这份告白当成是一种很强烈而有力的承诺，他不会在让2个人关系或是状况里面比较失衡或是比较低落的时候才会告白。所以这里要讲的暗示是说，告白不会那么快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去做确定。那他要在告白之前可能会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因为他正在确定自己的距离。就是如果不告白的话，他跟你现在的这个距离，他满意吗？他觉得足够吗？还是真的一定要往前再靠近？然后他在更靠近的时候，他又要再确定自己说，会不会有点觉得太眼高手低？其实他接不住，然后只是一心一意的只是想告白这样。他有时候在前后的这个关系里面再确定很多事情，所以只要他告白，你就要知道。他已经想清楚了，他觉得是想清楚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得到他的告白出来，就好好回答就是
不要太轻易的回答，无论是答应或拒绝，都好好回答就对了。再来，权杖皇后，我觉得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很强烈的自信跟魅力啦，所以我觉得他会在告白的那一个最后的端点的时候，会被你身上的一些很强烈的吸引力、魅力所点燃了那个要告白的心意，这样。因为权杖皇后代表某种热情跟果断啦，所以他应该这个权杖皇后的点比较多是放在你身上哦。如果你近期突然生活上、事业上突然有一些成功或是一些成就，你会展现的特别有自信嘛，然后也会展现出特别的吸引力嘛，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他被影响了，他觉得他一定要跟你告白，不然的话会觉得他离你越来越远。那这个时候他就跟前面的金币二可能有点距离，他可能没办法想那么清楚了，因为火能量的大量推动会把他推到你面前直接告白，其实他已经都准备的很完善了啦。主要是因为这张牌对于告白有一种很强烈的鼓舞作用，就是有在提升他的自信心，有在提升他的热情，有在提升他相信温柔温暖的，他相信你不会这么狠心的拒绝他，他相信你会听懂他的一份心意，这样。这个是权杖皇后给的能量哈。那权杖皇后这边也带来某种果断跟勇敢，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已经观察蛮长一段时间的了，他现在只差激发出某种告白的勇气啦。所以这勇气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像光芒或闪电一样，突然就要跟你告白。看起来好像是突如其来的，其实他准备了蛮久的。好，来再到恋人牌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恋人牌本来就有很强的选择意识嘛，所以他只要内心确定了跟你在一起的爱情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准备好就要告白了，所以他的告白绝对不是随机的，而是他觉得所有的能量跟宇宙能量，还是命运的感觉都达到了一个点了之后，他就会很明确的把话一字一句的讲清楚，他想要跟你的心灵产生一个很重要的连接，就在告白的时候。那恋人牌也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确认感，所以他在跟你告白之前，他一定非常确定。他应该非常确定你会答应吧所以这些确定一出现的时候，他就很难再继续犹豫了，他就必须会完全依赖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说就是现在。好，那恋人牌也代表某种内心最真心的东西，所以一样符合前面，他的告白绝对不是试探型的，而是他内心真正的展现。所以我觉得你要回答他，我觉得无论你喜欢与否或什么，我觉得你都可以试着跟他交往一阵子，让他的好慢慢的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暧昧，我觉得这是一个爱情往对的路径上面的一个一步一步的里程碑哈。所以恋人牌在告诉我们呢，告白会发生在他选好了，就是现在的那个时间，他有选择，他有确定的那个选择，然后他确定了你会给他要的答案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告白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三张牌啦，我觉得这三张牌讲的是说，他这份告白其实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然后他有确定你给他的吸引力，他已经无法只用朋友这个关系了，他希望再更前进这样。然后最后我觉得因为有火能量跟恋人能量他会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做一个终结，所以他就是一定会告白。那这个告白的能量在我这边全部看起来，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了，它不是突如其来的。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全部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方向感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谢谢来听祝福你。来，我们来看到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我们有3题了来，我们第一题是他是谁然后这里有圣杯的侍者、金币7、魔术师牌他是谁？通常我们大概是诠释一下这个人的各种能量方面啦圣杯侍者，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情感的、很直觉、最纯真的一种象征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当他落在说他是谁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种很少年的气息，也有可能也有赤子之心的感觉啦，不会幼稚，但是他很单纯他会把事情弄得很简化、很单纯，然后他其实心思也是很细腻的，能够敏感这整个世界，能够感知这个世界啦。因为什么？这个是圣杯侍者。他不是其他设置，是圣杯侍者。我觉得他或许不是在人群里面很容易就立刻被你发现最耀眼的那一个人啦，但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气息，会让人感受到他的很不错的一个温暖跟善意。所以圣杯侍者因为他是侍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心灵，所以他会有一种心灵探索的感觉。他常常会把注意力放在他所想象的情感里，
他梦想的爱情里面，但是他不会一昧的追逐。他会有很多现实的考量，只是他内心比较多的是一种艺术性的一个倾向啊，或是对音乐的敏感啊，对绘画的一个观察力还有对文字思考的感受力都有然后他甚至自己也有很强的创造力，然后他很希望跟这世界用不同的形式有所共鸣啦。所以这样子的人带来什么？我们从前面这样说明说什么？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只是他在言语啊、行动中会比较多的天真，你跟他相处会觉得生活上有多了很多的诗意还有很多的轻松感、柔软的感觉。那圣杯侍者啊，他的敏感和直觉是他内心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最纯粹的东西啦。所以有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到他直觉到一些人的情绪啊，或是环境的变化，或是一些心情啊你都要在意，因为那是他真心诚意的一个表达，而且是非常善良的，他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圣杯侍者的能量比较不习惯承受非常大的一个责任感啦。但是在情感上面，他是全然的付出跟真诚的，这是有一点点不同只是因为他情感上面的表达会有点青涩啦，这跟他的工作能力方面是不同东西。我们讲的是他内在的情绪特质对情感的一些价值观，然后你慢慢会发现说，他所展露出来的真心啊，表达出来的真心，都是从他最深层心底而展现出来的。其实我们简化看他的话，你只要把他当成是他是一个拥有一个 pure 纯真灵魂的人就可以了啦。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金币7金币7用来形容他的人的话，我觉得他在生活上、工作上，他是一个很默默耕耘的人，然后他很有耐心去等待任何的结果。我觉得他进入到爱情的时候啊，他其实是非常耐心经营的人啦。他觉得关系里面不需要快速的求一个结果，或是他刚认识你说成为朋友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从他的喜欢一定要去跟你确定关系，他愿意一步一步的慢慢的相处，然后等到时机啊果实成熟的时候。再做出一些谨慎的告白或是表白就可以了他觉得慢慢来就可以了，不需要急。那他不是一个冲动型的啦，他可能对于慢慢靠近你，他会有所规划他可能跟你出去约了几次1-2次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好像太密集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再隔一段时间再，他自己会觉得啦他会觉得太紧凑了，他会希望再慢慢来，他希望节奏是比较稳扎稳打，慢慢的就好了，所以他会耐心的等待那一个下一次的约定的时光，他不会那么急躁，所以这反映出他在感情观上面他不会是一时的。对你产生心动，就会随意的就告白，或是想要确定关系。他不是，他会一步一步的觉得两个人的感情是要值得每分每秒、每日、每周、每月的投入，才能够走到对的那个位置。因为土能量的也暗示说，他对生活是有一种长期规划的人而且他又到7了嘛，7就是对于有一种生活感是比较拉长的，他不急躁了所以他知道说自己的时间跟你的时间，然后两个人出去玩的时间、相处的时间大概拉长1年、半年、3个月这样子，大概多少相处会走到什么位置，大概会有一些规划。他知道说感情应该会这样子慢慢的稳定走到哪里，所以他也没有很急但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会出现这样。那你如果觉得说他好像离你很远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他也会去调整这整个步调，他会从比较缓慢的再加快一点这样，因为他希望说他让你觉得说你们的相处不要有太多的压力步调只要缓缓的过去就好了，不需要那么急躁，不需要那么热烈然后让他慢慢的走到你的生命里面就可以了。所以在他的心态里面，他会觉得说，对一个人，他应该就是非常专情的啦。他很坚定，然后会持续的付出。他不觉得爱情真的投入的时候都是短暂，他希望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陪伴，他不容易放弃所以带到魔术师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基于前面2张牌的一个垫底，你会发现说他在魔术师牌里面有展现出很强烈的创意，然后他其实有很不错的表达，所以他在描绘出应该是说他的显化能力很强。他显化这份爱情的能力很强，加上前面有很多的耐心跟一些细心的话，所以你跟他慢慢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真的不是来玩玩的，他是很认真的要出击，很认真的要付出。他不仅仅对于这份感情有一些想象跟梦想，他甚至会用很多的行动去把它具体化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对于很多的梦想、想象、目标，然后跟大家也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率先一步就启动了行动跟执行力，所以他这种效率很难让人忽视到他的存在感啦。他也不是故意的，只是因为他看到事情的一个方向感，整理事情的一种
归纳各方面，他的能力就是比别人强。主要是因为他的创造能力、具体想象能力很强。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比如说出游啊或什么的，你就跟着他的决定就好了。他都不会随意的决定，一定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有观察了，已经觉得说这些是个不错的选项了。所以问他说一些 idea 要去哪里玩啊，去哪里吃饭什么之类的，他早就已经都有一些笔记本了，都是好的。所以跟他一起的时候，发现生活中会充满蛮多的惊喜跟新鲜感啦。然后魔术师牌能量也在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哈，他其实有的时候情绪能量是比较不稳定的，因为他有时候走得太快，行动上走得太快。这个跟刚刚前面的金币的那个感情的节奏慢不太一样，他那个是他看的是比较宏观的一个长距离，他可以慢慢走。可是到生活相处的细节的时候，小细节的时候，他节奏是比较快的。所以因为他灵感很多啦，他可能突然觉得说，我们去这里好了，然后结束他说我们去这里好了，节奏比较快，会有这样子的跳跃性。可是还好，前面有土能量期的耐心，有把它压下来，有达成一个平衡，所以你只会感觉到它的变化很多，很多有趣的惊喜。这样，那他如果是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的话，你会发现说他其实非常多的创作，非常有才华哈。如果在公司需要出点子的话，他有非常多的点子。所以他真正在爱情里面的吸引力是什么？他有很不错的稳定性，跟还有你会好奇他到底下一步还有什么，很强的吸引力啦。所以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哈。圣杯侍者啊，金币七魔术师牌，你会发现说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层次的人啦，然后他也非常独特哈。那你会发现他其实内在有很多的浪漫跟很多的活力，可是土能量又拉下，他其实有一种稳定，所以会有一种奇妙的矛盾会让你觉得他这个人很可爱啦。可是我们只要注意到，其实他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慢慢的跟他往下走之后，你会发现后面会有很多很不错的一些未来的展望跟相处的境界，会慢慢的产生哦。再来到第二题，我们来探讨的是你们两个人关系啦。那我们抽到的是正义，然后权杖6跟权杖骑士两个火能量都跑出来了哈，然后还有一个正义的风能量在吹拂哈。那正义这里是一个很强调诚实、公平跟界限的东西啦。所以在你们的关系之间呢，我觉得他会以一种非常坦诚、非常平等的状态来作为你们两个人关系的基础。他不会只单纯的被感情所牵动，他不会完全觉得说，因为我爱你，我喜欢你，所以你说什么都一切都好。没有，他会把它拉回到两个人是在互相尊重的天平上面做交流，而且两个人要维持非常正直、坦白的状况，慢慢的交流。所以相对的，你会发现他很真实啦，他很真实。然后他对于很多的互动里面，对于真相很敏感。所以如果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你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就好了，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平衡感他会慢慢的维持。然后如果他发现有些东西不平衡，他其实会说出来，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有很多沟通没有沟通出来啦，因为他很在乎说感情里面要保持很强烈的真实哦，不要让两个人都沉溺在幻想里面，就都忽略到了某些没有去面对的事情。所以这一排蛮像是一种清楚决断的一种个性啦。他希望两个人都能够看清楚，两个人往下走下去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一起面对现实。所以在这个现实里面，两个人要一起承担的结果、责任，或是过度浪漫、过度轻浮这些东西，他都会在某些时刻用比较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做讨论。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你们会错过什么重要的一些暧昧不明的一些状况或是问题，他一定会拿出来讨论，所以你们很容易解决到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或者正一排在这里呈现出的一个优点就是这个。再来权杖6哦，权杖6是一个公开承认两个人关系的牌啦，所以这就是说你们的关系很快就会被旁边很多人知道，甚至是重要的人认可，所以也会得到附近的人的祝福。所以在某方面来说，你的出现对他来说应该有非常多他内在的审核啦，肯定也有说，他一些重要的朋友会不会喜欢你啊？他的家人会不会喜欢你？这些审核在那里心情会跑出来啦。可是这不是一种考试，这是一种他在确定他要开始喜欢你之前，他就已经看到的结果。他知道你是很好的人，好到他的朋友也会喜欢，他的家人也很喜欢，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两个人的关系，譬如说比较坦白到是说对彼此有比较重要的感觉的时候，那你们两个的关系会往前发展的比较快，会有一种比较正向的发展。朋友进到好朋友，再进入恋人，速度其实会蛮快的，因为权杖6在提醒，这个是一个有点胜利的一种庆祝的表象，一种回归，满载而归的感觉。所以他可能会在一些小短暂的光环里面，就是被其他人认可的时候，带来一些很强烈的稳定。这些稳定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可能你会在他身上得到某些承诺，然后他都会做到。比如说他要带你去哪里啊，然后要对你怎么样啊，什么他都会做到。所以
要回到前面的这一排哦，记得不要只在他身上拿取，你也要做出一些回馈哈，因为要达到那个平衡，不要忘记了。所以你们之间的连结，应该在周围的亲朋好友应该都会认可啦。重要的是，在这些认可之后，他会知道说他内在的真诚也受到了一个肯定，然后这整个关系会变得更加的稳定。因为权杖六这边在强调的是说，关系是走向一个明朗化的能量，而不是两个人都畏畏缩缩的躲在一个神秘的关系里面。他不喜欢，他希望说真的在一起了，就要有一种自豪的感觉，就是我们真的在一起，我们是适合对方的，我们是天生一对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这个自豪感要出来了。那再来是权杖骑士哈，权杖骑士我觉得他讲的应该是一种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会有很多的新的发展、新的挑战、新的推进，可能是一起去旅行啊，或是关系的各种提升啊，内在心思的一种各种更深入的交换啊哈。他不希望两个人关系只停留在初步刚开始比较好的状况，应该还有在更多的提升，要进阶。然后，所以他会努力的去找到两个人共同的梦想，或者创造出一个新的梦想，因为他希望说生活里面在权杖骑士的时候，应该还有更多的冒险性，要让这个火再往上。好，但是还好有正义牌的平衡，所以不会太超过。然后有权杖六的认可，表示说旁边还有很多人在保护你们这份关系，所以也不会说就只你们两个人手牵手就到处去闯各种世界，没有了。他可能会还会产生在某种平衡点上，然后会有很多的审核。虽然审核讲得很重，可是其实在正义牌跟权杖六在讲的是说，他在决定跟你很多的事情的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考量蛮多的啦。考量一个平衡点，考量其他人觉得这样好不好，也不是说他太依赖其他人，而是他想过一遍的时候，他觉得还是要把最后一点点部分，可能1%、5%、10%，问问看朋友觉得会不会他太操之过急了。比如说要认识没到1、2、3个月，他就觉得说要带你一起出国，他可能问朋友说要不要，太急了，然后朋友可能跟他讲说这关系还没有到，你可以带他出国这样。所以这就是他想要去带的一个平衡。可是权杖骑士在讲的是什么？他对你开始喜欢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个火焰停不了了。他对你有很多的热情的想象，他想要去实践。记得前面刚刚有魔术师牌嘛？他想要显化这些东西啦。好，那到第3题哈，他什么时候会告白？告白这边我们抽到的是圣杯皇后哈，还有宝剑五月亮牌哈。我们先讲圣杯皇后。圣杯皇后本来就是一个直觉非常深沉的一张牌，而且带来非常强烈的同理心。所以告白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他内心对你的情感已经达到某种成熟的高度了，然后非常澎湃了哈。然后他应该会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氛围里面的时候，然后感受到一些感动的时候说出口。可能是你们一起去看一个电影，他真的被电影里面的东西感动，他离开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告白，或是他在路边看到一些什么很感动的路边的事情啊，他就一定要告白，很感动的时候。因为圣杯皇后的能量不是理智的啦，它是一种情感的流动。然后他原本的一些犹豫不决啊，害怕告白之后破坏这份关系啊，可是会被这种情感的流动所淹没。然后他意识到说他无法再隐藏了，他不是害怕错过，他只是觉得他没有那个能力，或是还不想再隐藏了。所以有可能会在我们刚刚讲那些看一些被一些电影啊什么的触动的时候，跟你一些对话的时候，就不经意的就把这份告白讲出来了。那你会感觉到什么？他真的很真诚。记得这里是那个圣杯皇后，前面还有什么？前面有圣杯侍者嘛？他这个深情的表达会讲得非常淋漓尽致，然后这份告白会带着很温柔的细腻，然后他不是火能量那种爆发型的，然后他心里会用一种非常平静的，然后一种好像他要用他的灵魂在跟你告白，然后潜意识会流露出那一种，他虽然字句好像没有准备得很好，可是你会发现说这些好像就是他心里的声音，所以你应该会被这一个告白所深深的吸引啦。那再来宝剑五哈，宝剑五出现在这里，我抽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矛盾冲突的牌，所以它来显示说这份告白啊，应该会在他的情绪非常紧张的时候，他反而要告白，他不会在很轻松的气氛里哦，因为前面还有一些火能量嘛，然后风能量的五能量有在煽动这个火能量，好像他内心有在煽动他，告诉他说你该告白，你该告白了。不要再等自己准备好了，应该就是现在，因为你内心的某些水能量的悸动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最好的时间，这个就是你内在情绪最真实的时候，就是这个现在就告白。所以他内心会有一种什么挣扎，然后自我争执，然后这个争执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在风能量五这里讲出什么？如果不说出来啊，你可能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而你让自己错过了。
是让自己错过最好的情绪了，这样。所以这里可能在意思的说什么？他内在有很多的心情在提示他说，现在是你的内心最有所感动的，讲出来的话，各方面水能量应该是最能感动的，就靠现在了，这样。所以风能量其实它算是一种小小的争执跟自我审查啦。他这个自我审查的矛盾是在告诉他，有点像是在威胁他自己说，再不讲就没有了，再不讲就没有了，是这个概念，没有很强，因为他只有宝剑五这个能量，它不是什么大的牌，它压不过皇后圣杯皇后哈，它也压不过一些大的牌，这样正义牌这些的，它那些衡量过不了啦，所以它终究还是会在一个比较平静的方式。跟你告白，只是这个挣扎会出现一下子，就在他要讲之前，所以你会发现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他在告白前突然安静了一下，或是他突然听不太到你跟他的聊天，那这个讯息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他准备告白了，因为他处在自己内心的一个自我讨论中。再来月亮牌哈。月亮牌是一个很充满潜意识的牌啦，然后有很强烈的迷雾的能量哈。那何时要告白？我觉得虽然月亮牌在讲说，他这份表白可能会出现在一个很暧昧不明的时刻，或是不是一个怎么讲公开型的告白。可是它其中带来月亮牌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种很神秘的色彩，在一种不确定的氛围里面这样。然后月亮牌跟刚刚的宝剑五会有一种内心挣扎的感觉，会突然跑出来，会呈现出我们刚刚所讲的，他告白会变得没有那么干净利落。然后这个是理智上的，可是不要忘了我们前面有什么圣杯皇后，他这份告白会变什么？他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所以他最后只能靠什么？靠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最诚实的语言来告诉你，会这样子。所以他的话里面会有一种支支吾吾的感觉，你会觉得他讲得很不清晰，可是又觉得好像每一句话就是他心里的声音，他无法整理，所以他只能完全拖出。所以他的话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的话，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告诉你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时候要告诉你，我再不讲的话，我就受不了了。然后什么我已经等很久这些，你看他这些话就变成很孩子气，很没有整理，用字也不深。也没有浪漫的诗意，可是你听到这个对话里面，就像他在跟自己对话，然后他就会把这个心情告诉你，然后你会看到他的可爱之处，然后你会发现说，他竟然完全的卸下防备，只为了把他的心意吐露出来的一份告白，这个就是月亮牌所带来这个不确定感里面的浪漫啦，所以大概能够诠释的告白的状况就是这样。好，你期待一下，我觉得也算是很浪漫了，而且你会在他告白的那一刻看到他有另外一面的真实，很有趣。然后你发现你会第一次感受他的内在情绪的澎湃，竟然是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好，所以这三张牌的结合，其实在讲的是说，他这份告白他应该没有准备好完美的剧本，他以为他有，可是其实他没有。那这一个告白里面最可贵的是什么？他很真实。他很真实，他的情感有很高级数的展现，有可能告白之后，你后面未来你们相处再回想，你发现说这份告白可能是你目前遇到他里面最真实、最接近真实的他。好，所以要珍惜这份告白的一个感觉，然后记得要好好回答。好，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哈，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方向感跟一些乐观的期待了哈。那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